扣肉好吃，做法也多，想要炸出漂亮的扣肉虎皮，背后的原理给您大揭秘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厨阿斗，今天给您分享年夜饭必备菜肴梅菜扣肉的经典做法。它是蒸出来的，寓意蒸蒸日上，摆盘圆润饱满，寓意团团圆圆，扣肉颜色红亮，寓意鸿运当头。经过4道工序做出来的梅菜扣肉，油脂都被梅干菜吸收了，肥而不腻，瘦而不柴，入口即化，鲜香入味，回味无穷。首先我们准备一点梅干菜，倒入一个大碗里面，加入适量清水，把梅干菜清洗干净。因为这个梅干菜是无沙的，所以淘洗干净即可，也不需要多洗几次。洗净后，我们重新加入适量温水，浸泡2个小时，把它泡软。大家尽量不要用热水泡发，虽然能缩短浸泡时间，但是梅干菜的香味和口感都会变差。等待的时间，准备1大块五花肉，这块肉的猪皮部分处理得很干净，没有残余的猪毛。如果想要扣肉起漂亮的虎皮，不要把猪皮拿到热锅里面去烫，或者用火烧，这样会导致猪皮变硬。我们先用刀刮掉猪皮表面的泥垢，再把五花肉改一下刀，从中间一分为2。做扣肉的第1道工序，煮。准备1大锅清水，将五花肉、猪皮朝下冷水下锅，朝锅中加入点大葱段，加入几片生姜片和1大勺零添加的料酒，再加入2个八角、1小块桂皮，最后加入一点花椒。这个花椒的作用主要是给猪肉增香的，麻味根本吃不出来。开大火把水煮沸，水开后用漏勺撇去浮沫，然后调成最小火，继续煮30分钟左右的时间。具体时间根据肉的厚度进行调节，前10分钟不用加盖，方便腥味的挥发。10分钟后再盖上盖子继续焖煮。这样做有2个目的，第一是将猪皮彻底软化，第二是给猪肉起到一个去腥增香、去血水的作用。五花肉经过长时间炖煮，能够大幅减少油腻感。时间到，我们用漏勺将五花肉捞出，此时的猪肉已经特别香了。煮肉的原汤要保留，让它自然的冷却。用温水把五花肉简单的清洗一下，这里切记不要用冷水，以免猪肉发生热胀冷缩，导致肉质发柴。接下来将五花肉平铺在案板上，准备几个牙签给猪皮扎孔，竹签穿刺的厚度和第一层肥肉的厚度差不多，大家要尽量均匀密集的扎上小孔，这样起虎皮的效果才会更好。扎透的猪皮会渗出一层油脂，我们可以用厨房用纸吸干净渗透出来的油脂。扎猪皮这个操作一定要趁热进行，冷了油脂会凝固。接下来给手中倒入一点白醋或者米醋，然后用手把猪皮涂抹均匀，让猪皮把白醋吸收进去。下一步，我们朝猪皮表面撒上一点食盐，也同样涂抹均匀。特别说明的是，一定要先放醋再放盐，这个顺序一定不能搞反了。做扣肉的第2道工序，炸扣肉最怕糊底，大家可以在锅底放入一个不锈钢蒸架或者铁筷子，可以防止猪皮与高温的锅底直接接触，从而发生粘连，导致把猪皮烫糊。不过我现在发现用平底的不粘锅炸效果也非常不错。朝锅中倒入多一点的食用油，油面的高度可以没过扣肉的1半就可以了。开大火把油温升起来，当锅内的油开始微微冒烟，用无水的炒勺轻轻的搅动，会有轻微的噼啪声，就说明此时的油温已经达到200度左右。提前准备一个锅盖，我们将五花肉、猪皮朝下放入油锅里面，迅速盖上盖子。油锅里面会剧烈的沸腾，发出噼里啪啦的爆裂声。等到锅中没有剧烈的爆裂声后，就可以打开盖子，一边炸一边观察一下。我们来看一下扣肉起虎皮的原理。猪皮分为表皮、真皮和脂肪层。当我们用竹签扎一个小孔，在朝插好的孔中灌满醋，然后用盐封住开口的位置。当五花肉下入油锅后，遇到200度的高温，醋的沸点只有60度，会迅速的沸腾气化，剧烈的喷出去，从而产生爆裂的效果。肉眼看上去就是非常小的气泡。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用热锅烙猪皮，会使猪皮变硬，表皮和真皮就会粘连在一起，就很难冲出一个小气泡了。有些地方还会用高度白酒代替醋，酒的沸点为80度左右，效果虽然也不错，但是还是米醋的价格更加便宜一点。炸到表面变色后，把扣肉捞起来，一个盘子中倒入一些米醋，将扣肉皮朝下浸泡一下，再一次把油温升到200度。我们复炸一次，这样操作会让猪皮2次起泡，同时颜色也会更加的漂亮。扣肉的反面我们也要翻过来略微炸一会儿，
但是不要炸太久，否则肉质会变柴。炸成这样就可以了，颜色金黄，非常的焦脆。此时还没有形成虎皮。这里特别说明一下，我们今天这个做法是为了做出成菜比较美观的小虎皮，而大虎皮炸的时间还要更长。做扣肉的第3道工序泡，准备一个大一点的盘，里面倒入冷却后煮猪肉的原汤，将扣肉、猪皮朝下浸泡2个小时，只有经过浸泡才会起虎皮。同时切的时候肉不宜断，由于真皮和表皮的吸水膨胀率不一样，就会造成中间那一层缝隙越来越大。经过长时间的泡水蒸发，也就会形成我们所说的虎皮。浸泡的时间，我们准备一些配料，准备1块去皮生姜，用刀拍碎，用手挤出姜汁，姜蓉弃之不用。1小片洋葱切成细末，也放入盘中，再加入老抽、生抽、白糖、狼乳等一系列调味品，搅拌形成扣肉酱。详细的配方表会在视频的结尾以文字的形式打出来。准备1口无水无油干净的锅，将泡好的梅菜挤干水分，放入锅中炒干炒香，一直炒到梅干菜不再冒出热气的时候，就说明炒干了。立刻关火放凉。扣肉已经泡好了，我们捞起来看一下，已经泡出了漂亮的虎皮。把扣肉放在案板上，皮朝上开始切，切成厚一点的大块，厚度在1厘米左右。浸泡过的猪肉变得非常好切，也不易断。全部切好后，取1半扣肉放入个大盘里面，再把扣肉酱也倒进来，用手抓捏均匀，尽量让每块肉都包裹上一层薄薄的扣肉酱。然后将扣肉、猪皮朝下码入一个大碗中，再把炒好的梅干菜和剩余的扣肉酱混合均匀，也放入扣肉碗里面，用手均匀的压平，尽量按压严实，这样蒸熟后会更好看。做扣肉的第4道工序蒸，准备1口蒸锅，加入足够多的水，直接放入装扣肉的碗，也不用加盖或者加盖保鲜膜。开大火烧开后，转成最小火，继续蒸2个小时。想必会有观众觉得这个时间是不是太长了，同时会疑惑为什么要开最小火蒸呢？大火蒸出的扣肉口感偏硬，想要扣肉软糯好吃，肥肉部分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入口即化，极致的美味是需要等待的。好了，时间到，我们的扣肉也蒸好了，打开盖子，满屋飘香。先将碗中多余的油和汤汁倒进锅里面，最后用大一点的盘子进行反扣，这个动作一定要干净利落。将梅菜扣肉的汤汁加1点水淀粉煮至浓稠，最后把原汤均匀地浇在扣肉上，一道肥而不腻、入口即化、香气扑鼻的梅菜扣肉就完成了。现在屏幕上显示的就是扣肉酱的配料表，可以腌制1公斤的扣肉。您可以暂停截图保存。我是大厨阿斗，感谢您的观看。如果您也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关注、点赞、收藏、转发给更多的人。